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 是全马最热血的知识型频道。我们以科普的方式聊关于马来西亚的社会、民生、时事议题等等。我们除了有街访之外呢，也有访谈哦。那有这么多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已经订阅我们了吗？还没的话，现在就按赞、订阅、加分享吧。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准时上影片，让我们一起好好认识马来西亚。OK， 回到正片。我们呢今天就特别邀请了陈艾美老师，打豆工专家。我们今天呢有3个打豆工，然后呢你们去注意看你们想注意的东西，然后等一下我们回来呢，我们才来看你们看到了什么东西，然后我们看到了什么东西。打豆工是谁？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大部分人认为说，马来打豆，大家都知道。以前我做打豆工的时候呢，我告诉我哥有华人打豆，他非常的生气，他说没有打豆工一定是马来人的，这是不对的。我们有华人打豆，是不是？华人打豆在哪里？很有名的华人打豆公庙在哪里？Broga 的打豆工是Orang Asli打豆。你们知道Broga打豆公他的结盟是谁吗？他的阿邦阿爹是先知师爷，你知道先知师爷是谁吗？他是那个叶雅来的老板，他是 localized 的神。马来西亚有几个神是完全 localized 的，先知师爷是一个，打豆公是一个，还有什么？沙劳越那边有一个叫刘尚班的，所以呢，就Broga呢目前有2个主神，一个是石打豆，一个是先师爷。改次去看他的神主牌，一定是先师爷和石打豆2个。印度人打豆呢，目前我们看出来的，他一般不会单独成立印度人打豆，他也是跟华人、马来人打豆配。我们有锡克教的打豆是谁？你们一定知道的。这是谁啊？卡巴辛啊！卡巴辛是他被安顺的一间庙拿去做打豆工了。好，这个马来打豆，你们看的形象是吗？刚刚说你们有去看打豆吧？好，你们很 typical 的，这是你们看到的打豆是吗？他是带什么的？松糕。他这个有没有拿 Chris？ 没有。一般很 typical 的是 Chris 啊，不见了噻，这 Chris 给人家偷掉了哈。然后呢，有一些呢，他手上就会拿钱 ，OK 是拿金，而且他一定穿什么？沙龙。我们大部分在马来西亚，我能讲90%、80%以上，我们看的都工一定是这种类型的马来打豆。好，这个是布拉格丹的，你看一下它有很 typical 的马来打豆的形象。我们先看后面的好不好？拿 Chris。钱、沙龙、松糕，然后这个马来打豆呢，你看它上面还有一个布兰沙宾，那个月 star， 它身上缠的是什么东西？这尊非常奇特的蛇。好，这是蟒蛇还是四脚蛇？所以我很想研究，我突然想去做动物学家。好，打豆工一般呢都是一个马来名字的，这个打豆工叫什么名字呀？Panglima Hitam。非常好，可以Panglima Hitam。Panglima马来文是什么意思啊？将军。勇士嘛，将军的意思了。Hitam 是什么？黑哦，黑勇士将军。他连这些香炉都有刻文字。我们祖先干嘛来马来亚？是穷嘛，所以大部分那个我们的祖先过来的时候呢，文盲非常多。文盲的话，他会跟你刻香炉写字吗？不会，所以只有极少数的地方有大量的香炉刻的文字，一个是你的马六甲，吉隆坡也有，这是槟城的一个小乡下哈，它这里呢全部都有文字，所以我觉得以前的来这个地方的人呢是有概念的，他要把历史还是什么东西留下来。OK， 打豆工不只是我们所看到小小的停车场啊 ，OK 旁边的啊，也有这种非常富丽堂皇的，它的主神是打豆工，而且我们来看一下哈。他的打豆工呢是属于唐打豆，他的服装就是感觉上是一般的汉人、一般的华人而已。他也没有拿 Chris， 他也没有松糕，他并没有马来人的痕迹。所以马来西亚的神也是有华人打豆的，他们那边是可以拜猪肉的。所以那间庙呢是当地人的文化中心，那边当地潮州人为主，他们现在酬神戏还是很多人的，潮州剧还是非常多人的。这些都是你看所谓的戏剧演员嘛。这个打豆为什么会成仙呢？巴里bun达那边他们主要的产业是什么？他们这里霹雳北部呢主要是甘蔗。那传说有一天呢，甘蔗引起大火，
然后这个打斗公呢，他当时没办法打斗哈，是一个工头。然后呢，他做一个工头呢，他就舍身救我，然后呢，去把里面的这个他的工人呢全部都救出来。然后大火烧了很多天，后来这个工头呢就消失了。当地人是为了感念他，然后就在那边呢盖了一间打斗公庙来供奉他。好了，这个是在森美兰，非常的精彩。它是3大种族的打斗公，马来人是穿白色那个阿拉比的那个，这是华人，这是什么人？印度人。OK， 所以呢，你看它的匾额哈，然后它的年代啊，什么东西，我们做历史研究，一般我们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处理它的匾额、它的年代，然后一定会有什么钢纹烟，然后一定会有这些膏啊，什么东西的。OK， 这是3大种族的打斗公。好了，刚才你们是去看的这个地方吗？好，来，巴德安啊，你们这里的打斗公，请问是华人打斗还是什么打斗？这间，我们讲这间。谁认为说谁支持他的这间打斗是马来人打斗的，请举手。不知道上，华人上。好，我们请马来派来讲一下你自己的观点，为什么他是马来人？他拿着 Chris 啊，那个好像发财这样的东西。好，来华人派觉得他是华人是吧？OK， 好，所以以后你们就会自己去看了咯。这个是关帝，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哈。然后这个是他的主神是吗？你们看一下，他拿的并不是 Chris， 有一点像大伯公的龙杖。他有围那个沙龙吗？没有，感觉没有哈。它上面是不是双角？不是。我跑了很多地方看很多打斗公啊，我没看过这种打斗公神像，因为它长得比较像大伯公。可是有点不好说哈，因为我们做研究，我们一般不会跑去跟他讲，哎，你拜错神了，这拿鞋子塞你了。所以我觉得民间信仰有趣的地方是它充满了生命力，它很难有一个定论呐。做研究一个基本原则要尊重 ，OK， 公平，不管是华人打斗什么打斗，一定会有钢纹烟，一定会有的。然后呢，黄姜饭几乎全部人都会有的。哈腊的话呢，刚刚我们看的那个巴里文打那个有戏子的打斗公庙，他们是拜烧猪的。可是，一般呢，例如说有3大族群的，一定不拜烧猪。我去当地问嘛，他们的主神有一些主神是打斗，他就告诉你说他有其他兄弟，然后有其他兄弟是马来人和印度人，他们呢就不拜烧猪。他们说啊，我们尊敬别人，他们不拜烧猪，所以我们不拜。然后印度人打斗，让阿西打斗，锡克打斗，到现在我还真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因为那个拜那个谁锡克的，我没有去过那间庙。然后印度人打斗，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并没有一个庙专门拜印度打斗的，它都是跟华人打斗、马来打斗坐在一起，所以我们不知道，因为只要是有马来打斗，一定没有猪肉。OK，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然后一定还有什么老叶，我们去到印尼也一样哈，我去了印尼那个所谓的那个白雪打斗，他们也是用老叶的，然后一定要放果比哦。好，接下来我们打斗公再怎么写？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打斗，这是比较 standardized 的，这是比较现在已经规范化的。这个是也有这种是不是？有这种是吗？有蓝卓，有蓝等等。早年比较有传统思想，都会用很多种。为什么？方言什么方言？那个菜篮的篮，潮州话怎么发音？菜拿，福建话一样嘛？你的发音是什么？菜南哈 ，OK， 菜南。如果蓝色呢？蓝 ，OK， 南蓝。所以早期的，我们现在发现哈，比较早期的打斗公的写法呢，在北马的话呢是有草字头的蓝，因为可能跟潮州和福建话发音是有一些关系的，这是我们推测啦。因为你只会潮州话的发音，于是我们的打斗的话呢，跟潮州话的采纳的那个纳比较发音的是比较像的，不是蓝色的蓝。有时候华语会阻止我们做研究，你知道吗？因为现在华语都是蓝嘛，其实潮州话和闽南话发音是不一样的。所以北马早期的一般都是用这个蓝色的蓝，不是那个采纳的纳猪字头的那个，可是不全然哈，不全然哈。OK，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认为说可能的一个这个方式，可是这个充满了变数。现在 standard 的都变这样子，感觉这个可能是比较旧的，所以它有加口。为什么要加口？它拿度这个字呢，在中马比较多，中马地区以广东客家为主，他们相互影响。粤语呢，很多时候呢是先有翻译，
它是没有字的。当有些他没有那个字呢，他比如说拿督，他就拿督出来，然后他会加个口。非常好，他回答对，非常好啊！你看有文化就是不一样，会多种方言的能力就是不一样。下面这段文字呢是杜宗乾写的哈，我跟他合作写了一篇论文，这个文字是他写的。他讲的东西是加一个口的话呢，是原本中文是没有这个字的，外来的东西我们加一个口给他，就是其实就表示了我们文化的自大。我们华人有时是一个非常文化自大的民族来的，尤其是从方言中呢表露无余。你们叫马来人叫什么？还呐，番仔的意思是不是？哦，还是更惨，刷换呐，不只是番呐，是山上的番呐。我们华人自己叫什么？等狼，只有我们才是人，他们全部都是那，是小孩子，是那来的，都不是人。华人自己是等狼，我们是人而已，其他都不是人来的，所以我们是一个很自大的民族 ，OK？ 因为我本身也是啊，所以我不怕讲哈，我们是一个很自大的，所以他讲说我们加个口的写法呢，其实有时反映了我们的一个自大性，这我们不自觉 ，OK？ 你反对他这篇文章，这个文字不是我写的，你就只骂他哈。跟我无关，虽然我是第一作者，大部分时间是我这段文字不是我写的。OK， 来，你们看到的达多公形象为什么会是这个形象？因为它是属于马来人的克拉玛信仰来的。克拉玛信仰是马来人的泛灵信仰。马来世界在1980年之前呢，他们其实存在着很多所谓的泛灵信仰，然后后来他们马来人的这个所谓的正本清源嘛，就是把这些泛灵信仰呢从马来社会都剔除出去。谁承接了这些信仰？华人。在1920多年的时候呢，英国人呢已经把马来人的克拉玛呢分成6个类型，有自然物体、石头、山丘、海角、漩涡和池塘。然后呢，自然神圣的老虎和鳄鱼，马来人的克拉玛是有这些元素的。还有术士之墓，就是有法术的人的墓；开铺者之墓 ，OK， 穆斯林之墓，活着穆斯林圣者，这个马来西亚从来没有出现过。就是例如说我们的Brother Ang哈，他很厉害了，然后我们就拜他，达多昂啊，达多昂啊。我们会拜活人吗？一般不会哈，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听。我前阵子去Medan印尼的这个马来学者告诉他们有的，他们还是有这个。所以达多公研究呢，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投入，还有很多我们未解答的问题。所以目前呢，1924年克拉玛信仰有分成这6大类。好了，我的问题是，这是马来人的克拉玛嘛？我们吸收了多少？改变了多少？应该是4到5个。我们有自然物体吗？有。土堆的到处都有啊，最多的是土堆的。OK， 这个是蚂蚁窝啊，这是我家的。也有石头的 ，OK， 很 typical 的石头哈。还有在你们脚头哪里的脚头？有这个是吗 ？OK， 有这个叫树头哈，这个巨窑齿。OK， 所以华人发展出来了，他们传统的马来人，我们把它发扬光大，有更多的类型。鳄鱼达多，他还告诉你说我是达多布袋，你看下面有个鳄鱼，这个是你们把身采鳄鱼的，也有采老虎的，也是有墓的，这个也是在你们把身。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丹中多公出去的那个达多公书，达多公岛屿那个书并不是姓苏哈，所以很多网络上乱说这个达多公姓苏。人家明明是马来达多沙希姆哈巴布拉布拉，为什么呢？因为岛屿的语福建话叫苏，所以呢，那是叫达多公的岛屿，所以就达多公苏。OK， 这个故事也很长，这里有唯一一个马来西亚的唯一一个英文的碑文，全部都是老大捐的，当时候的侨领捐的，有英文的碑文。目前我们所发现唯一一个英文的碑文，来自这间要坐船过去的。达多公信仰是否有意义？在文化上，我们为什么要做达多公信仰？在认同上，它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只有东南亚一带华人有的一个信仰。然后在信仰上它有什么意义？这信仰是回归个人的。我们知道很多民间信仰其实是为了符合我们这个，可能我现在很缺钱，所以我就求钱。每个人都有缺钱的时候了。我现在很缺男朋友，我就求男朋友。达多公一般不管男朋友啦。他目前只看到他管什么，你知道吗？生美人达多公管到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没有小孩去求子，他很具多变的能力，他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特色。我们会觉得说他一般是保护土地的嘛，
可是呢，因为有时候人类有什么需求呢，我们就给他 install 什么样的一个 apps， 然后呢，它就具有那个能力了。一般我们做研究的话是不会去进任何的价值和道德判断，我们只把我们所看到的现象，然后呢收集起来，然后找杜东前像这种比较能够进入文化脉络里头去梳理它跟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谢谢。 3、2、1。